Hello，朋友们，你们在吗？各位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还在急着去背一些提示词宝典呢？那么2025年呢，只要学会问这5个问题呢，就能把大型语言模型用得像助教一样稳，哪怕你是一个小学生，也完全没有问题。在这里呢，你不用写华丽的词藻只要把问题问对位 ，AI 就会把框架、范例甚至改进的意见一口气都会给到你。今天小鱼呢就会用5问法来带你来走一遍。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如何向 AI 提问才能得到精准的回应？第二个问题，如何生成 AI 绘图的提示词？第三个问题，如何生成 AI 影片或者短视频的一个提示词？第四个问题，如何生成 AI 助手的一个行为指令？这个呢也叫提示也叫系统提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还应该问的一个后设问题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平时你的提示词用的比较多你的绘图也好，你生成视频也好你会像把 GPT 这些当成助手一样用的话，那今天这期视频建议你呢一定要看到最后。其实核心的一个问法就只有一句让 AI 先给你提示词的框架。那么你只需要做一个微调，流程呢就只有4步：提问，得到框架，按需补充与限制，然后迭代优化。其实我们人类最擅长的就是一个修改，但 AI 呢最擅长的就是起草我们把活儿给它分清楚，效率就直接翻倍。那么接下来呢就教大家问 AI 这5个问题，你就能够掌握大部分的一个语言模型。那在这里呢，我使用到的一个示范的是一个 GPT-5。看过小鱼儿视频的都知道，前不久呢 GPT 呢已经升级到了 GPT-5， 并且呢很多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 GPT 账号的话，你可以点击描述栏呢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购买，还有一个代充。如果说你之前还没续上费的赶紧去续上费直接去找代充帮你通上 GPT 的 Plus 会员不会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的这期视频。那么我们来到 GPT 的话，你可以看到当你拥有了这个 GPT 账号之后，你可以看到在它的一个左上角它有2个模型第一个呢就是它会自动的决定思考时间，这个 GPT-5。那么下面这个呢叫 GPT-Day Thinker 它更擅长思考更充分，它的回答更优质。所以这上面2个模型如果说你想让它思考的久一点、深入一点，那么你就选择下面的这个模型。一般使用的话，你就选择上面这个 GPT-5 就 OK 了。当然这里我们为了能够得到更精准的答案，所以这里我选择它下面的这个模型。现在的 GPT-5不管是在文字方面或者是在图片生成方面都有了一个飞跃的提升真的这个绘图简直是已经赶上了米吉里的绘图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这里我们先来打开一个新的窗口点击旁边的这个 GPT 的一个打开边栏，这里选择一个新聊天，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窗口。那么你有任何的问题了，那你就重新去选择一个窗口。那它这里每一个窗口都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文件夹，一个问题，你可以在里面一直延续下去问下去那么你就不要去打乱之前的一些就直接开的一个新窗口就可以了。那第一个问题这里我也会把相关的提示词呢放在视频的下方。如何向 AI 提问才能得到精准的回应 ？OK， 这里点击发送。那它这深入思考的话，大概会思考个1-2分钟。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就正在生成，它会告诉你向 AI 提问，想要又准又快，就抓住这5件事情。它会告诉你一些小技巧。那比如说哪5件事呢？第一，我想解决什么具体目标你的产出，你要的结论决策，而不是随便聊聊。给谁用，在什么场景它的受众水平，它的一个用途。那必须遵守什么约束，比如说范围风格口温长度时间、地区、合规点。那要以什么样的格式交付，比如说表格的形式或者什么清单或者步骤有没有范例或者参考？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范例的话，你就直接给他1-2个正反例这样子的话，它给出的效果会更好。这里还有一个后设问题让 AI 自检，那我是否遗漏了什么关键信息？你有哪些假设？请先列出风险或不确定点，再给答案。所以这里我们提问，第一要精准，等于目标准确目标加必要上下文加
清晰约束加指定输出格式加小样列啊，就是一个案例给他。接下来的几个点哈，它会给出你一些这种提示哈，你可以直接套用。那么首先，比如说一个通用提问模式啊，可直接套用通用的提问模式：角色加任务加受众场景加输入材料加硬性约束加输出格式加评估标准，这个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式啊。比如说哈，这里简单的举例哈，复制改写即可。这里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啊，你的受众是什么啊，你的场景是什么。接下来参考资料啊，约束它的风格呀、长度啊、不可借阅的范围啊。接下来是交付的格式哈，你是需要表格的格式啊，还是字段呐，还是结构啊？在输出前先回答你是否需要补充关键信息有哪些，还有一个成功的标准。比如说啊，我让他帮我写一篇文章，那么我的字数不能超过500字，这里你要把标准给到他啊。这里有一个高效的模板库，比如说写作，这个是针对写作的啊，需要脚本的。比如说特别是像我们做视频的啊，一些做视频脚本，或者说你不管做哪行哪业哈，刚开始你都需要有一个脚本，有的是需要大概的脚本，有的是需要像这种可读的、可直接读的脚本啊，这个它完全都能帮你搞定。第二个是数据决策分析啊，比如说你是分析师哈，这种呢它需要的这种提示词框架它又不一样，或者说你要实现什么代码啊，你是高级工程师这种哈，你要需要一些什么代码这些啊，或者说你是想要翻译什么的哈，这种也是可以的哈。还有包括呢，就像我们要做视频的这种做自媒体哈，你要生成图片，你要生成视频的提示词，那么可以看到你是为什么主题写什么提示词，那么主体是什么，人物、物件、动作、风格这些都有。接下来再给出一些负面的提示词啊，比如说禁止什么元素啊，什么模糊啊、多手多脚这些啊，备选风格2个。接下来就是你问问题的话，你需要好问题和模糊问法啊。模糊的问法就是帮我写个文案越详细越好。那这个就有点模糊啊，你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框架啊，他就不知道往哪方面去发展哈。精准的就是这样，你是电商文案，为夏季防晒丝巾写抖音短视频口播，面向25到35的都市女性，口语152到150字，包含3个卖点1个痛点反转，避免夸张语近词，输出2版 AB 版，最后附30词类标题。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给了他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提示。下一个点呢，就是让 AI 不跑偏的一个4步迭代。首先你先让它复述内容，输出我理解的需求清单你说了一遍，让它再复述一遍。第二，小样列对齐，那你给他一个范例比如说你要让他给你写个广告语，那你给出一个广告语，让他去进行一个模仿，或者说让他去进行一个学习，设成功的标准，然后点对点优偏。很多人之所以提示词不精准就是这种常见的踩坑和快速的修复，那么只给主题不给受众和用途，那么没有限制长度格式又要天马行空又要严肃的学术，一次性塞太多的任务这种也是没有办法的。看完这几个点大概大家知道了该怎么样去向 AI 提问。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生成 AI 绘图的提示词。接下来呢，AI 就会教我们怎样去对 AI 生图去做提问。那么这里呢，它也给了我们几个点5、6个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可以看到我们绘图生成的一个方法。第一，基础结构就是一个完整的提示词，包含4个部分。那你想要有一个完整的提示词呢，那必须要包含这4个部分。第一，主体；第二，动作与状态；第三，环境背景；第四，风格参数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亚洲女孩穿着红色旗袍在霓虹灯街头微笑走过赛博朋克风格，4K 高清，电影感光影。这个里面的主体可以看到是这个亚洲女孩她的动作在这里面，在这个动作和她的状态穿着红色旗袍在这个霓虹灯街头微笑走过。它的背景可以看到霓虹灯，风格这个赛博朋克风格加上一个 4K 高清，这就是一个完善的提示词这就是一个完善的提示词。第二点就是主体，那明确人物物体，
那它是女孩还是猫啊？是动物还是未来城市还是飞船还是等等？那它这个主体是什么？并且呢，需要指定特征，它的年龄、肤色、发型、服装、道具啊，要有明确的一个主体啊。比如说12岁美国男孩，短中发，穿校服，背书包。第三就是他的动作与状态，描述正在做什么，情绪或姿势，比如说正在奔跑啊，手里拿着书，微笑或者深思。啊，它的环境，比如说它是在森林或者海边或者办公室战场，它的氛围是黄昏还是在下雨，还是在宫殿，在未来城市的玻璃大楼前哈，夜晚霓虹灯闪烁哈，这个就是一个背景。风格可以啊，大家都知道风格什么赛博朋克呀，什么油画呀、水墨呀、卡通啊、写实啊等等。这个质感呢，比如说还有一个镜头的一个远近近景，比如说远近特写或者俯视或者电影感光影。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参数哈，它相当于是把这整个主体这儿拆分开来啊。下面再讲了一遍哈，这里就是不同的平台参数控制，比如说 Midjourney 啦啊，刚刚 AR 啊16:9，其他的平台啊，它参数它的前面它会不一样哈，你根据不同的平台你去看一下。那么这里可以看了主体哈，这里通用的一个，这里有一个主体加外貌特征加动作表情加环境啊。加风格画质，那这里它有一个提示词，我们这儿生成来看一下，复制一下。这里我用到的是 GPT-5哈，所以呢它是有一个生图的功能。那么直接根据，当然如果说你用的不是这个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用其他的去生图，你可以生成出来看一下。这儿我已经生成了一张了，比如说小狐狸呢在森林里看星星啊，温暖配色，粗糙笔刷与纸张纹理。童趣夸张比例，它是一个柔光，可以看一下啊，这种风格哈，完全是按照这个提示词来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这种瑕疵。OK， 图片已经生成出来了，我们看一下。那我这里给的它的提示语是年轻的亚洲女特工，短发，身穿黑色皮衣，手握手枪，站在废墟中，背后是燃烧的城市啊，电影感。OK， 看一下。那么短发啊，身穿黑色皮衣，手拿手枪啊，背后是燃烧的城市。OK， 这张图片真的非常的完美。你可以从这个美女的脸上的这个细节来看啊，她的整个肤色哈，就是一个亚洲人的一个肤色啊，它的细节真的还是非常的到位。所以这个提示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按照它的框架来做去生成啊，你去改里面的哈，按照它的框架哈去改里面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啊。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呢，你就直接去填充内容哈，去按照这个框架去调整。这个呢也是我目前也是最常用的一些方法哈，它也是我常用的这个绘图，也就是按照这个框架来生成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效果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来问第3个问题。那如何生成 AI 短视频的提示词？点击发送。在这里，其实生成图片和短视频呢，它会有点不一样哈。它除了前面的，比如说需要主体、需要动作、需要场景、需要风格啊，需要它的一个视角，还有需要它的这种什么风格呀、氛围之外呢，它会多一个，比如说一个镜头的运镜。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生成短视频的一个提示词是怎么样的？首先一呢，视频提示词的一个8要素啊，这儿可以直接去啊，它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口诀哈，人事机景光情动参啊，这个真的啊，连口诀都有了。首先看一下第一点，就是人物是谁啊，它的外观、年龄、服装、道具、事件啊，在做什么，它的表情、节奏。机位是远景、中景还是近景？它的镜头的运动是推还是拉还是摇还是移？升降、手持还是无人机？哦，这个写的很具体。它的景别环境哈，地点、时间、天气，它的光线是什么？白天还是黑夜还是什么软硬光？情绪风格哈，电影感、纪录片还是动漫？那么运动物理是慢动作还是运动模糊还是什么啊水雾等等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就是参数哈，参数里面呢什么时长比例啊、帧率啊，这个参数里面还带一个负面词。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 AI 哈，真的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它都帮你想出来了。这里可以看到，它就给了我们这些提示词，复制后呢就可以改字即可。比如说单镜头、填空模板啊，主体。加3到6个外观特征，它正在干什么？
这一套提示词哈，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在描述栏给我留言哈，到时候呢我会把它发在描述栏啊，中文版的也有，英文版的也有啊。第3点就是多镜头分镜时间轴模板，有的它是多镜头的啊，它中间可能会有转场，比如说一个30秒的竖版的电商广告结构啊，它有痛点、有方案、有卖点、有色针、有 CTA。那第4呢就是角色与连贯性哈，避免换脸断发，那就是我们角色要经常说到的，就是一个一致性要连贯。那固定角色卡，比如说他的身高、发色、发型、肤色，每一次要把它固定。那文本里面要反复用相同的，上面这些哈，他的发型这些要反复把它用上，这样保持人物的一致。同一套色板、光位、镜头、法语可以贯穿全篇。视频的负面词下面这里是常用的一些视频的负面词如果说没有这些，可能你生成出来的它会有一些这负面提示词这里其实 GPT-5可以看到 GPT 它其实很人性化，你这里可以直接复制，那么这些负面提示词你可以直接复制到一个模板上面去，随时去复制粘贴就可以了。比如说抖动闪烁呀、果冻效应什么鬼影过度锐化呀、拉丝呀、噪音这些比如说手部骑行牙齿异动文本水印等等这些它都是属于一些负面提示词。接下来它给了5组即用4列可以直接粘贴的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电影感的城市夜跑那么这儿呢我来生成了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比如说年轻的亚洲男性，短黑发，运动背心，微汗，在雨后霓虹灯街道夜跑。那么中近景真实皮肤可以看到运动物理，那脚底见水可以看一下，这儿我就直接把它我用可伶 AI 直接生成了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里相关的链接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有需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去点开来试一下你也可以选择用可伶的国际版，也可以选用可伶的一个国内版都 OK。这儿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现在的 AI 真的非常的厉害它连运动水声都已经帮我们生成出来了这种音效都已经生成出来了穿着黑色的运动服黑色的短发，一个亚洲的男性，这个完全找不到一个 AI 的影子如果不说的话，大家都不知道原来这个是 AI 生成的效果真的太棒。那我这里再次生成了一组视频用它里面的提示词来生成了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灯湖坐在森林空地仰望天空，看一下它的尾巴在青白，星光闪烁，有它的配色是温暖配色这儿来看一下，点击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真的太可爱了这是一只小狐狸它是橙色的狐狸它的尾巴在闪烁，看一下它的尾巴在晃动，表情也很自然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我个人觉得现在的 AI 真的非常不错。那这里它基本上就是按照我的提示词来生成的。那么这如果说你有提示词你直接去按照它给的这一个模板去添加内容去添加主体、时间这些什么光这些都 OK 了。接下来呢，我们的第4个问题，如何生成 AI 助手的一个行为指令？点击发送。AI 在助手AI 助手其实在 GPT 里面有一个 GPTs 里面它 AI 助手就是 GPTs 之前小鱼也 GPTs 有出过一期 GPTs 的一个教程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我们把这个助手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助手，那有了这个助手之后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把这个助手要做什么事情的这个提示词呢，就叫做行为指示，或者说是一个行为指令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就相当于呢，你给自己请了一个小助手它能帮你智能的帮你回答很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如何生成 AI 的一个助手的一个行为指令。首先可以看到行为指令的一个核心要素。第一呢，就是一个角色设定，比如说你要让他给你扮演什么老师、顾问或者编程助手他的目标任务要做什么，比如说是写文案翻译或者写代码呀，什么优化 SEO 他的风格语气要输出什么样的风格你是想要专业一点的，要简洁一点，还是要幽默一点的，还是口语化一点的？格式要求输出格式，你是想要列表还是想要表格，还是想要什么脚本边界限制可以看一下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不能胡编，什么避免敏感词这些要有一个边界的一个限制。
接下来可以看到啊，行为指令的通用模板啊，你现在是什么角色？你的任务是什么啊？风格要求是什么？格式要求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啊，这里你可以直接去套用啊，把后面你的相关的信息填写就 OK 了。啊，这里有一个常见的案例哈，场景的示范案例，比如说写作助手。那现在呢，你是一名专业的写作教练，你的任务是来帮我润色文章，使其逻辑更清晰，语言更有表现力。风格要自然啊流畅，格式啊分段输出，每段不超过300字。限制条件不要改变文章的主题，不要加入未经确认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呢，比如说你想要一个电商顾问的哈，你现在是跨境电商运营专家，你的目标是怎么样啊？帮我写几个产品的标题 SEO 标题啊，要求是怎么样的啊？这些啊，编程助手，如果说你是做什么工程师的哈，你想要自己能够提高效率的哈，你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他啊，你用 AI 来帮你。还有一个 AI 绘图提示词生成器哈，这个呢你也可以把它专门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词助手。那么你现在是 AI 绘图专家，目标任务是根据我给的场景写出可直接用的一个啊。你如果说是你用 Midjourney， 你就说 Midjourney； 你如果说是用什么 Leonardo， 你就写 Leonardo 的一个 prompt 啊。风格要求是怎么样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啊，输出条件是怎么样的。那么写作啊，写这个行为指令的小技巧就是越具体越精准。多维度设置，可复用模板啊，迭代优化。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做跨境电商的哈，我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 AI 助手来专门帮我回答客户的一些问题啊，售前、售后、售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会给他一个这样的提示词啊，我要建立一个电商客服 AI 助手，专门来回应客户的进店遇到的任何问题啊，帮我写 AI 助手的一个行为指令。这里点击发送。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去调整啊，去增加或者删减就 OK 了。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完整的电商客服 AI 助手的一个行为指令。那么你现在是一位专业的电商客服 AI 助手，角色设定如下啊：第一，任务目标回复顾客关于产品价格、库存、物流、退换货、支付、会员等等问题，模拟人类客服的一个沟通习惯，保持友好。然后主动引导客户完成购买或解决问题，提高转化率。那风格语气可以看到啊，要礼貌积极，遇到问题时要安抚客户的情绪，避免生硬啊，多使用您好，请放心，我帮您查一下。格式要求必须回答清晰分点，必要时使用列表或步骤。遇到售后或流程问题，优先提供操作步骤。对常见问题给出标准答案，对个性化问题给出具体方案。那么限制要求可以看到，不得提供虚假或夸大的承诺，不得泄露店铺内部的信息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使用我帮你记录并反馈给人工客服，保持中立。那行为的一个准则主动问候、产品咨询、下单引导、售后服务、异常情况、输出风格。那么这个真的太详细了如果说你是一个你在运营一家店铺做电商，那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有很多的顾客提出一些都是千篇一律的问题你都回答的不想回答。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AI 助手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你给你自己请了一个助手。这些其实你就可以直接一键复制这里有个复制按钮，一键复制去把它生成一个 AI 助手就 OK 了。那下面他还有给出一些示例的对话，比如说客户，这件衣服有现货吗？他回答您好，这款衣服目前有现货，支持当天发货，请问你需要什么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退吗？当然可以，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其实这个真的完全就是模仿我们人类在说话这种有很多人他可能意识不到他是在和 AI 对话。下面如果说你有需求他还可以帮你再整理一份常见电商客服FAQ 的一个指令。这儿比如说我复制一下我从一个新窗口这里你其实就可以去建一个 GPTs 建一个这种 GPTs 的一个，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助手一样的。那这儿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聊天页呢，就把它当成一个 AI 的一个电商客服的一个助手的页面直接点击发送接下来你可以对它进行提问。那我们可以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接下来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来问他一下，可以看到，比如说我问他退货怎么退他就给我发了退货的流程详细步骤你随便问他什么问题，你看一下他都能给你对答如流。那付不了款什么原因
那其实他就可以像一个正常的一个客服一样回答问题啊。比如说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优惠券啊，你可以看到他回答的什么为什么我也没有优惠券啊。他这其实每个问题他都回答的很仔细，看一下啊，分步骤来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问完问题的一个后设问题。比如说我的这个提问，如何把几何证明步骤转成可拖拽的逻辑拼图以降低门槛的，它的一个后设问题是什么？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发送，那么它会帮你来理清这个问题背后你需要弄清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它可以帮你检查你的问题是否清楚、完整、可操作。它会帮你探索就是帮你探索这件事情背后更深层次的一个考虑。比如说就像这个问题它的后设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高层次的一个考虑。换句话说，它的想要探索的不是具体做法，而是为什么这样做，本质上的挑战是什么。像这种其实它是关于一个数学方面的一个问题把几何证明步骤呢给它转化成可拖拽的这种逻辑拼图所以它这里后设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教育的本质层面，有一个认知心理层面，有一个教学的设计层面，还有一个技术的一个实现层面。我们不管问什么问题，那最后呢你都可以加上这一个后设问题是什么。那这个后设问题它就是相当于帮助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问问题只是看了单一的一个表面并没有深层次的去挖掘它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当你有的时候呢对一个问题不够清楚的时候呢，你就这样问你就在后面加上一个后设问题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它是有助于你来理清这个问题本身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大家可能感觉会有点绕让你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OK， 那这5个问题呢，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呢，你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今天你学到的不是某个魔法咒语而是任何场景呢，它都能重复使用的5问法。第一呢，就是精准提问；第二就是绘图提示词的一个7要素加一个负面词第三就是视频提示词呢，需要加上运镜、节奏加转场加声音。第4是一个行为指令的一个几要素。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把我们问的问题呢再深一层次的再问一下后设的一个问题这儿我也会把相关的几个提问的一个提示词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GPT 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跟着一起来问一下。如果说还没有的朋友呢，你可以点击描述栏的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去买一个独立账号，或者去代充把你的 GPT Plus 可以呢直接去把它代充来使用一下这个 GPT5。2025呢，其实AI 呢越来越强大我们一定要懂得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让 AI 为我们打工。那么这里不会升级 GPT 的朋友呢，可以来看我的上一期视频如果说你想要做短视频的朋友呢，你可以来看一下之前小鱼儿有一些 AI 做短视频的一些教程。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说喜欢小鱼儿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加分享你的支持就是小鱼儿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下期再见喽。